日菲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那么，日本目前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类似协议，菲律宾与美国、澳大利亚签署类似协议。那您对美国亚太盟友之间签署这类协议有何观察呢？近些年来呢，美国是力推它的亚太盟友互相之间签署类似互惠准入协定这样的一些军事或者准军事的协议。美国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去深度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我们看到，在近年来呢，美国拜登政府把它的印太战略正在由概念阶段逐步推向一个深度的实操阶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美国要把它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进行重塑。我们纵观历史和现实，就不难发现呢，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在欧洲不同。在欧洲呢，是像北约这样一个政治军事组织；而在亚太呢，美国追求的是把多个军事机制相互叠加，形成这样一个车轮状的同盟体系。在这个车轮当中，美国是主轴，那么日本呢是主辐，其他的国家呢是一根一根的辐条。所以美国把这些国家把它给串联起来，然后特别是让这个日本为代表的这样的国家去与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国签署类似互惠准入协定的这样的一些协议，这是它的军事同盟体系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呢，美国这些盟友，特别像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友啊，他们也是各怀目的。我们以日本来举例，一方面呢，日本它有做军事大国的野心，要把它所谓的目前的这个专守防卫啊，转入所谓一个积极防卫。那么日本它就选定了美国的在亚洲，特别是在南海之滨的军事盟友菲律宾，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端点。那么与菲律宾假如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话，接下来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装备要逐步走出去，走向南海之滨，那么就为日本打造这个所谓积极防卫体系呢，去奠定一定的一个条件。所以啊，无论是美国还是它的盟友，都是秉持一个要深度改造它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样的一个目的的。美国武装菲律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军此前还借演习之机在菲律宾部署了第一锋中岛，那现在在中方的施压下又宣布要撤离第一锋。那对美方的态度，您有何观察呢？关于第一锋中岛系统的撤或者不，在美国而言呢，都是要服务于它整体印太战略布局的。我们看到啊，美国在近年来为了深度推动所谓印太战略呢，它不断地抛出在冷战时期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岛链这个概念。很显然，它要把包括菲律宾群岛在内的第一岛链由过去的岛乱之链变成岛乱之链加导弹之链，也就部署这个中岛系统。为什么要撤出呢？源于美国对于它过去的所谓双前的战略有个新的思路。过去呢，美国要在这个南海相关的区域，一方面对华执行一个前沿威慑，另一方面呢执行前瞻威慑。前沿威慑就是要不断的把前存在海上控制和军事同盟体系结合到一起。前瞻威慑呢，就是让美国在相应区域内的军事部署啊，足以去应对一场中等以上地区冲突的这样一个规模。但是经过近期以来地区形势的这个发展呢，美国就发现无法做到同时前沿与前瞻威慑两相结合，所以作为这个前沿前瞻威慑利器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啊，美国会有新的考量。这次呢，它是测试它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的问题，接下来会怎样，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另外呢，美国之所以要撤出这个系统，还源于它对于它的军事盟友菲律宾的一个再认识。菲律宾一方面呢，它一直叫嚣这个如果发生不测事态的话，美国会协防，但是这个协防呢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因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美国与其他盟友的这个军事同盟条约有所不同，这就使得呢，美国对于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触发机制，它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看法。那就导致呢，美国一旦提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呢，就对于是否会军事帮助菲律宾，就言辞含混，语意模糊。其实啊，真的要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不会以直接下场的形式对菲律宾展开任何的军事援助。所以菲方也心知肚明，美方也非常的清楚。再者呢，菲律宾作为美国军事同盟啊，它是一个塑料的盟友。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即使在东盟国家当中，也是处于中游或者是处于末流。一旦这个出现冲突形态的话，那么菲方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战略和军事上的一个拖油瓶。所以美国呢，也不会被菲律宾，也不想被菲律宾所反捆绑。当地时间7号，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投票结果出炉，其右翼政党爆冷失利，左翼联盟赢得了多数席次。在欧洲多国出现向右转倾向的时候，法国为何按下减速键？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大多数席位，这意味着法国将出现悬浮议会，这又将如何影响法国以及欧洲政局？来看报道。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投票结果8号凌晨出炉，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遭到打击，被左翼政党新人民阵线和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挤到第3位。目前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这也导致法国陷入政治僵局，任何一方提出的议案都无法单独闯关成功。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已经表态称尊重法国人民的选择。马克龙所在的政党不敌左翼联盟，席位数居第2，年仅34岁的现任总理阿塔尔因此向总统请辞，而此时距离他今年1月出任法国总理仅过去半年。Fidèle à la tradition républicaine et conformément à mes principes, je remettrai demain matin ma démission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已经拒绝了阿塔尔的辞职申请。阿塔尔在这次议会选举之前也曾提出辞呈，同样被马克龙拒绝。根据法国政治架构，总统主要负责外交和军事，总理主要负责内政。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胜的新人民阵线属于左翼力量联盟，由法国共产党、绿党等组成，在这次议会选举之前临时组成。当时的目的是与1个月前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抗衡。新人民阵线领导人之一的不屈法国党主席梅朗雄当时向选民喊话称，一张选票都不要投给右翼。而在这次胜出后，梅朗雄表明拒绝与总统马克龙进行谈判交易的态度，宣称左翼联盟已准备好执政。La volonté du peuple doit être dorénavant strictement respectée. Dès lors, aucun subterfuge, arrangement ou combinaison ne serait acceptable.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认为，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和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未来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依然很高，双方将就谁出任总理进行协商，很有可能由新人民阵线的人来出任，形成左右共治的局面。但是呢，这个右啊，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他并不是太右啊，不是这个国民联盟所代表的极右啊，而左派可能会出任一个总理，因此这种一个叫做左中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并不太离谱，是一个可以相互合作通过在妥协的基础上呢来共同执政。左翼联盟的胜利也点燃巴黎民众的热情。当晚，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挤满庆祝的人群。路透社形容极右翼把香槟都冰好了，但选举结果却爆冷，他们的席位数居于第3，气氛瞬间陷入低谷。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打气称，胜利只是被推迟了。法新社直言，中轮投票结果出人意料，不少右翼人士直到民调出炉才发现落后。一些法国媒体甚至已经按照右翼胜利准备稿件。在首轮投票中，极右翼国民联盟获得33%的选票。赵晨对深圳卫视表示，这一结果极具误导性。中轮投票的结果恰好反映出法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对国民联盟持怀疑态度。其实2轮选举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给对极右翼国民联盟不满的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以及说左翼联盟，也就是人民阵线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反击和喘息的机会。深圳卫视注意到，刚刚过去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整体向右转是欧洲媒体报道最多的主题，但近期似乎这股势头有所放缓。
例如，英国下院选举中工党获胜，斯塔默出任首相是左翼的胜利。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法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选举结果显示，大多数法国人都不希望出现极右翼掌权的局面，要么是因为他们反对极右派思想，要么是因为担心极右派上台后会引发动乱。路透社报道称，法国国民议会动荡的格局意味着任何政府都很难通过法国遵守欧盟预算规则所必须的预算削减，也将破坏法国目前为控制债务做出的努力。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会影响到了那个法国内外政策的这种推进以及它的这种是作为欧盟大国对于欧盟这种整体的领导力的一种发挥。如果说一个决策并不是那么高效的这种法国出现的话，那么无疑对于那个欧盟内外的这种政策发展来说呢，那也会相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主心骨。